中国提出高超音速空战理论，新战法的设计思想可能跟美国根本不同。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未来空战怎么打？未来战机什么样？这个话题是中美两国都在关心并且要找出方向的。当然，目前本星球上也只有中美两国有资格去探讨这个问题的方向。从目前美国公布的6代机设计概念看呢，更多是强调大航程、大载荷、更强的隐身性能，还有跨平台甚至是跨域的联合作战能力。不过这些概念都不是全新的，不是什么革命性概念，更像是在5代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加强。而这里每一项功能的加强，中国当然也会做，但如果仅限于此的话，我们还是会停留在对手的后面的。目前南华早报的一则报道显示，中国的科研人员显然是不甘于此，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表示中国对使用高超音速飞机和高超音速导弹夺取空中优势进行了构想。先提醒一下部分网友，不要说什么这是泄密了，凡是能在学报、公开期刊、展览会、国家新闻媒体上出现的，都是公开内容，没有涉密的。不能看到自己没学过的，感觉高深了就嚷嚷着泄密了。这篇论文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太学院的团队发表的，他构想了高超音速飞机发现了美军的 F-35以后，飞机在人工智能的协助下对 F-35进行截击，而且呢是飞过 F-35，机尾对着 F-35的时候向后发射导弹。导弹呢也是高超音速的，以11马赫速度飞行了8秒钟，干掉了身后30公里处的 F-35。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论文里边一些细节体现了什么，比如飞机为什么不是面对 F-35开火，而是要飞过去之后用机尾对着目标。这个细节说明了团队充分考虑到了高超音速飞行条件下武器向前发射的时候和飞机之间的相互干扰。要知道，哪怕是在高压音速条件下，飞机投弹的时候，武器都有可能被迎面高速气流拖起来，不是掉下去，而是向上飞，把飞机撞坏。高超音速飞行条件下，脱离飞机的武器更有可能借着迎面气流打水漂，然后撞到发射它的飞机上。所以这种条件下，最好的开火方式不是向前发射或者向下投掷，而是向后甩出去。那么飞机的火控雷达如何布置，肯定要跟现在的战斗机就不一样了。而且呢，高超音速飞机的飞行高度还会远远高于 F-35，这意味着发射的空对空导弹要以俯冲方式攻击，对导弹过滤地面杂波或者红外噪声的能力要求也会比较高。而 F-35呢，在这种局面下，一是逃不掉，二就是 F-35试图发射导弹反击高超音速飞机也很难，除非美军给 F-35也配备了高超音速空对空导弹，否则 F-35发射的导弹速度是远远不够的。在高超音速飞机看来， F-35的反击呢，最多就像是一个蜗牛伸出一个触角。不过还是要提醒几句啊，首先我明白一点，这类论文主要是方向性探讨可行性论证，并不能说明进行过完整的实验，也不意味着已经证实立项。另外，这些公开发表的论文也有可能是战略忽悠，用来引导对手产生紧迫感，或者让对手走错方向的。以前美国就干过这种事儿，发表了反坦克导弹战斗部要形照材料成分的论文，就是打算欺骗别的国家。而中国的科研人员就发现，这个材料配方里有些技术理论不符合实际，慧眼看破之后就没有上当。我倒不是说这个论文一定是战略忽悠啊，只是说战略忽悠工作也是精细的技术活，跟很多朋友以为的完全不一样。